今天才知道，把白醋倒在燃气灶上，就能够解决很多家庭的烦恼问题，而且1年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呢，真的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以前的柴火到现在的煤气灶、燃气灶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，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。但是燃气灶用时间长了，上面会布满油脂污垢，不止炒菜的油污，还有锅上掉下来的尘垢，看上去脏兮兮的，而且很硬的，轻易擦不掉，就让人特别头疼。这些零件不仅还锈迹斑斑，也是因为燃气灶用久了，在潮湿高温氧化的过程中，金属材料表面的氧化膜被破坏，与氧气、水汽等相互作用就会生锈。但这也是正常现象，遇到这些情况，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会家里的钢丝球来刷洗。我是不建议这样去刷洗的，那是因为用钢丝球刷洗，不仅会破坏炉灶的表面，也会留下深深的划痕，这样附着污垢时就会更硬，也很难清洗，会显得特别不美观，而且也会减短使用寿命。所以清洗光面的这些家具都不建议使用钢丝球。下面我就给大家一个省钱又实用的好方法。先准备1包小苏打，在煤气灶脏的地方均匀地撒上食用小苏打。食用小苏打特别便宜，1包1元2块钱，别看便宜确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作用，可以清洗蔬果，去除油污，通通不在话下。小苏打撒好后，接下来准备1瓶白醋，将白醋慢慢倒在有小苏打的地方。这时候就会发现神奇的一面，它们会产生大量的泡沫，别害怕，因为这是正常现象。小苏打里的碱与白醋里的醋酸会发生化学反应的，通过酸碱反应去除油脂污垢，在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热量，改变污渍的化学性质，让其变得容易清理，反应继续。我们再准备一些餐巾纸，把纸铺在白醋上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白醋、小苏打多泡一会儿，这样等会儿处理起来会更加的轻松。铺好后静置5分钟左右。白醋、小苏打水和纸巾，这个时候已经覆盖燃气灶6分钟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将纸巾给取下来。取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纸巾的上方都已经覆盖上很多的顽固物质了，有油渍也有锈迹，这说明了污渍已经软化去除了一大半了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。我们再用抹布来擦洗，记得这里一定不要用钢丝球了，用抹布擦拭污渍就可以。可以感觉到擦拭过的地方，燃气灶已经变得闪闪发亮。和之前相比，区别真是特别大的。我们继续擦拭，一直擦拭到污渍完全去除就可以。这个方法去除油污的原理刚刚跟大家解释过了，去除铁锈的原理和它相似，白醋会和小苏打会发生反应的，产生大量的小气泡。白醋是呈酸性的，而铁锈是碱性的。酸碱中和就能将灶台上的铁锈去除干净了。这样完全擦洗一遍过后，我们用湿抹布再擦拭一遍就可以。平常用完燃气灶之后，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洁，不然下次累积的油垢会越来越多，这样以后清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。清理过的燃气灶，清理之前简直是天差地别。没想到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灶台已经变得非常干净，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像新买回来的一样。朋友们，您觉得这个清洗灶台的方法怎么样呢？个人感觉真的不错。煤气灶除了脏之外，日常还会出现小问题，比如用着打不着火。如果燃气灶突然打不着火了，
建议大家先不要请人来家里修，可以自行检查一下这3个地方，检查看看电池还有没有电。一般的情况，电池在燃气灶台的下方，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或松动了，更换新电池，再看看是否能打着火。先排除第一个问题，再来看第二个问题。如果电池没问题，那就要看看燃气灶的分火盖，也可能是分火盖的小孔被堵住了，也会引起燃气灶打不着火。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分火盖取下来，用比较尖的针、牙签都可以往小孔里戳一戳。平时炒菜煮汤会有油渍往锅边顺着流下来，滴落到这个分火盖上，被火烧一烧以后就会固体化，日积月累就会慢慢的堵住这些小孔。如果打火会有电火花，但是打不着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。清洁过后我们放回去之后再打火试试。平时使用也要多清洁这些小孔。如果以上2个问题都排除了，还是不能够打火的话，那就是燃气灶里面的点火针的问题了。因为燃气灶上面的点火针会影响燃气灶起火。如果是因点火针出现问题引起的，例如表面被油污包裹住，或是表面有很多焦炭导致无法正常点火，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需清理一下点火针，把油污或是焦炭全部清理干净，便能正常使用了。我们再来打一下火给您看一下。火焰特别容易被点燃，经过全面处理，火苗燃烧得特别均匀有力。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？关于清洁灶台油污的方法，大家也都熟知了吧？如果厨房里面也有油污、油垢比较重的地方，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清洁，清洁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是不是比花钱找人清洗灶台更实惠啊？而且自己清洗也非常方便。如果你家的灶台正好也比较脏，想清洗的话，那就赶快试试吧。清洗灶台方法，修理灶台方法简单实用的，点开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